上次晶晶在医院，我是朦朦胧胧看到她，结果我一直叫她，她根本不理我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不久，她的心跳就停了。姐啊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，燕燕不会有事的。你忘了吗？晶晶还不是这样熬过来的。对啊，大姐，你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啊。二姐，你陪大姐过去那边休息一下，等下我叫天祥送你们回去吧。啊，姐，过去坐吧。你不要想这么多了，不要担心。我就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了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有阵子我发现燕燕怪怪的，我不肯告诉你们，怕她生气。什么是怪怪？就比如说她突然间换了个新发型，又或者是穿平时很少穿过的衣服。那有什么奇怪呢？女孩子总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今天你个样，明天你个样，那有什么奇怪？天天不变才是怪物。不是，她好像是故意打扮成另外一个人样子。哦？她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女同事，跟她长得很相像，于是我还误认她就是燕燕呢。是吗？后来我才发现，燕燕故意打扮成跟她一模一样的。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去问燕燕，结果给她骂了一顿呢。这次燕燕莫名其妙受了重伤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呢？你刚才说的话的确很可疑。那你还有没有发现她常常跟什么人在一起呢？有一个男同事，经常跟她在一起。上次燕燕从我家搬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他来接她的。就是他，看像段燕燕。真的太像。死天祥带洋洋来这里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还真有姓三姐。你说我三姐曾经打扮成她的样子，是啊，她为什么这样做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个女的在哪个部门担任什么职位？我又不是警察，你问我干嘛？那个男的来了，是她。你认得他？Come in。Sammy，你找我啊？好消息，一开始啊 ，Empire Holding 啊就涨了2点。先别谈这个。你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到医院去看了一下。哎呀，你怎么冒这种险？我要清楚知道目前的形势，要不然事情有什么变化，那就太迟了。那你有什么发现？他的确伤得很严重，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。即使他永远都不醒来，我们也有可能被拆穿的。我猜我家人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是吗？我弟弟是个警察，如果他发现什么蛛丝马迹，他一定会追查下去的。偏偏又有人曾经看过你跟莫艳艳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一定会被怀疑是吗？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啊。据我所知，你弟弟只是个普通的警察而已。你以为他是007 James Bond 吗？你不要轻视我弟弟。那是莫艳艳的弟弟，不是你的弟弟。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总有一天会被拆穿的。莫艳艳的家人很关心她，他们一定在想，她为什么忽然间一个人跑到名单岛去？她为什么无缘无故伤得那么严重啊？那你有什么主意？我能有什么主意呢？除了提高警惕之外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喂，
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，还有躺在医院里面的那个人知道。只要他一天不醒来，我们一定会高枕无忧的。高枕无忧，你可说得很轻松啊！上一回你不是说没事吗？后来被那女人发现了，搞得我一身麻烦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 ，Sammy， 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这样对我。说的不好听一点，我们现在是狼狈为奸。老实说，我们现在谁也离不了谁，谁也不要再怨谁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是得意一起得意，死也要一起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最能信任了。所以，我再跟你讲一遍，不要这样对我。燕燕平时穿的、戴的都很名贵，同事们都在背后说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。你们有没有听说我三姐进行投资，比如买股票什么的？没有，那你知不知道我三姐有没有去过丙丹岛吗？不知道。自从她离开公司以后，我就没有跟她再联络了。谢谢你啊。对不起，再请问一下，我三姐有没有留下东西在公司吗？她有些东西没有带走，我打电话叫她来拿，她叫我丢掉。那你丢了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小慧啊，有没有打电话给洋洋？有，他说马上来了。哎，来啦！哇，两个大美女穿上婚纱更漂亮哦。干嘛那么久？你不要以为赞美两句就行了。今天是你拍婚照的日子啊，一大早跑到哪里去？我回警局去，你不是说今天休假吗？有点事需要回去处理一下吗？什么事那么急啊？到底是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新娘子重要？你不要等到你的新娘子跑掉了你才知道。我这个新娘子啊，才舍不得跑掉。小肉麻，快去换礼服啊！摄影师早就在等了。好好好，我一点粉啊，谢谢。喂，鸡王，你穿上礼服还蛮像样啊，有一点刘德华的样子哦。对啊，我也是觉得他穿这个很帅。哎呀，我本来就长得不错的嘛，只不过呢，平时要卖鸡饭，没有机会打扮自己而已。哎，你快点啊！哎，晶晶啊，你也是啊，快点进去啊，人家在等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是啊，是啊，拍照吧。快。妈妈来，妈妈来，妈妈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哇，婚纱真的是给你们这种人穿的。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啊。大姐，我谢谢你，还有二姐他们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你们还对我这样好。你做什么？你不要傻了，等一下眼睛红红，拍照就不好看了。我们是看得出你对洋洋很好，他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整个人成熟多了。我们真的很开心有你这样的弟媳妇儿。大姐，我跟洋洋商量过了，我们拍了结婚照就好，喜宴不用摆了。为什么？三姐还在医院里呢。这不行，在这里如果你不请喝喜酒啊，人家就不会当你们是结过婚的，而且喜帖都发了。上次金姐也是这样，临时才取消，我可不想再来一次的。我们可以延后举行啊。不可以啊！你要延后到什么时候？你看小慧现在肚子应该4个月了吧？你再拖下去，全世界人不是都看得出来吗？姐啊，我无所谓了，人家要怎么说就让人家去说吧。人是为自己而活，不是为别人哦。我还觉得等孩子3、4岁的时候才摆喜宴更好啊，那时孩子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开心，那多好。你看他脑筋真的是被扫到的，哪里有人像你这样的想法的？那我跟你们说啊，喜宴照请，婚照结。至于燕燕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也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。说不定啊，你跟晶晶这2桩喜事一冲，她就会好起来呢。小慧，帮我看住她，我进去看看晶晶他们。我
看你大姐还是蛮惦记着你三姐的。就是哦，连冲洗那么老古董的做法，她都说得出。不要这么说你大姐，她也是不想我们心里不安才这么说的。真希望老天保佑，能让你三姐平安度过。喂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千万不要跟大姐说，我怕她受不了自己。什么事啊？我怀疑三姐是被别人害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一直觉得三姐这次受伤有点古怪，所以暗中查了一下，发觉三姐曾经打扮成另一个女人的样子，而且这个女人呢是跟她同一线银行上班的投资部主管 Sammy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人看见吗？我还找到一副三姐戴过的眼镜，三姐一向没戴眼镜的。我拿去眼镜店去查过了，这个眼镜没度数。三姐为什么要戴上一个没度数的眼镜呢？而且这个眼镜呢，竟然跟那个 Sammy 戴上的一模一样。有那么巧的事情？还有呢，我看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三姐曾经跟投资部的一名职员来往，他就是司徒良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我不知道，你查这个干嘛？我怀疑我三姐这次的意外跟司徒良和司徒良的上司 Sammy 有关。喂，洋洋，我看到 Sammy 走出来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一转眼不见了？你想干什么啊？我要好好的跟你谈谈。我在电话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你不觉得你对我太无情了吗？为了你，我已经跟我老婆谈离婚的事了。你竟然在这个时候叫我不要缠着你，已经太迟了。你既然知道我最讨厌拖泥带水的人，你又何必等到今时今日啊？你也不必那么生气。以你的地位呢，要找另外一个女人来填补你的寂寞的心灵，那还不容易吗？对不起啊，我赶时间，拜。Sammy，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你要对我干什么？跟我谈一下，我要跟你谈。放手！放手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喂，干什么？喂，你没事吧？燕燕，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可是我刚才看到那个人，他……谢谢你啊。怎么长得那么像呢？真的是长得太像燕燕了，而且那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你有没有夸张一点啊？连我三姐的味道你都闻得出？你以前常常秀我三姐啊？不是，只不过我的鼻子比较敏感，而且你三姐又经常做我得势，她一上车我就会闻到那味道嘛，那是她的香水味道喽。那个 Sammy 也用这种香水？就是喽。这么巧？所以啊，那一刹那间啊，我还真以为她就是燕燕哦。我看你还是回去问一下你大姐。问她什么？问看她，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妹哦？你简直是开玩笑！不是长得相像的人都有血缘关系的吗？Hello， 哎，诺文科，对，我们正要到医院去啊。我想确定一下，我三姐是什么血型？
O 型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医院见，拜拜。你不知道你三姐的血型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想确定一下。你是不是怀疑躺在病房里的不是你三姐？我知道这样想很不可思议，不过呢，我们做警察什么都要怀疑，什么都要查一查，这样呢就不会失去任何线索。我看你太多疑了，警方不是已经把这起案件列为意外事件吗？可能我太多疑了，不过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古怪哎。我看你是想了太多，你最好还是静观其变，等你三姐醒来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啊！我不希望你去冒险。冒什么险？我可不是007哦。你没有得到授权就私自进行调查，那被你上司知道，你不是麻烦上身。这里的警察部对纪律这样严明，我可不希望你以身试法。没那么严重吧？啊，我答应你，发现什么问题，我马上向上头报告，好吗？只怕没有来得及报告就已经出事了。你想我天天为你担惊受怕吗？好，我不查就是了。你不要骗我啊！我什么时候骗你？走吧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你不累，小宝贝也会累的吗？他在肚子里，你就这样宠他，将来不是变成小王子、小公主啊？小孩子那么可爱，是应该宠的吗？歪理！我说小孩子啊，一点都宠不得的，要不然他将来就会爬到你头上去。洋洋，我有件事情要亲自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司徒良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。那他有什么反应？他叫我打掉。岂有此理！我听到他这样讲，我很生气，也很难过。不过，我现在不会再为他生气难过了。也就是讲，我的心里已经彻底没有他了。燕燕，燕燕，你听到大姐跟你讲话吗？啊？燕燕，你快点醒来好不好？燕燕，我在看燕燕。谢谢你啊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啊，我晚了。等一下一起喝咖啡好吧？哦，不行啊，我得赶回去店里。玲玲今天第一天去考上班，店里只剩下晶晶一个人。那晚上一起吃饭。晚上我有事，下次吧，拜拜。哎，姐，你去哪？哦，我要回去店里看一看。你有碰到方医生吗？等一下有什么情况，你打个电话给我，我先走了。哦。喂，你觉不觉得大姐对方医生的感觉有点奇怪？是吗？你还说你们做警察警觉性高，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啊？大姐好像在避开方医生，就连方医生打电话来，大姐都说有事不接。那也没什么奇怪嘛，人家连订婚蛋糕都切了。我大姐又不是那种去抢人家老公的人，所以最好是不要见面嘛，免得伤心。那你说方医生有没有发觉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想他应该是发觉了，而且他一直在找机会跟大姐见面。是吗？他每次来都问起大姐啊，只要听说大姐不在，他就一阵失望；只要听说大姐在病房里，他就眼睛一亮。那代表什么？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开心啊！他为什么开心呢？就是可以跟大姐见面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你们男人哪有我们细心啊？喂，你说来说去，你不是想说方医生也对我大姐有意思？不可能吧？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啊。
感情呢是最微妙的，往往感觉不会发生的感情，却偏偏发生了。你不是说我大姐还有机会？一部戏还没有大结局，什么情节都可能发生呢。那不是很精彩？喂，我们千万不能错过啊！这不教育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找得到你爱他，他又爱你的人。即使找到了，也不会保证会永远在一起。反正他疼我，又有钱，我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好处。哎，你干嘛？没事啊，我在等水滚。都没有火嘞，都没有水，你煮什么水？哎，你最近好像不乐的哦，饭也吃不下，整天精神恍惚的，心里有事啊？没事啊。你骗不了我的，我跟你这么久，你心里有没有事我知道的。林精彩又烦你呢？没有啊。那店里生意不好啊？你不要啰嗦啦。哎，我这是为你好啊。嗯，你走吧。你是干嘛？你是讨厌我是吗？能不能说出来好了？你不喜欢哪一点，我会改的。你不要多疑啦。那你上哪去啊？巴莎。难道就让思婷这样下去？心里乱糟糟的，想找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找林精彩的话，他又会去杀人；告诉阿火，他又没有主意。难道？嗨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帮你卖那斯罗曼咯。你的租约下个月才开始，现在这间店还是我的。这我知道，我是救援来帮你的嘛，你当我来这里实习就好咯。反正以后我顶下这间店，我还是会卖那斯罗曼的。只要你每个月准时交租金，我管你卖什么。你要骂是骂，你下个月才骂到够了。我不想看到你，你回去了。晶晶啊，晶晶。晶晶已经去了鸡饭摊了，她说去看那装修的怎么样哦。人都还没有嫁，整个心就飞了。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走？怎么？你还为蛋糕的事情生气啊？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吗？我是要告诉你，没有结果的爱情就像一场暴风雨，来势汹汹，不留余地；也可以像是一场车祸，把你撞得面目全非，血肉模糊。不过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感冒，发发烧，打打喷嚏就没事了。这放什么狗屁了你！我是要跟你说，方医生切下那个蛋糕，就表示他选择他而不选择你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你还是不要玩这无聊的游戏，你要的真正爱情就在这里。OK， 我去忙我的啊。要吐啊！算了，不要去招惹那个女金刚了。可是，难道就让思婷这样下去吗？
周末一直在我店门口走来走去。这条路是你的咩？为什么不可以走？鬼鬼祟祟，是不是来看思婷有没有来找我？还是思婷发生什么事？啊？思婷，我不知道怎么讲才好。你不要走嘞，媳妇，思婷真的出事了啊！李金刚，你骂我吧，你骂我吧！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啊，你不要哭嘛，这样会吓死人的。有什么事快点说。来，进去里面坐下来慢慢说啊。坐下来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，不要这样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来这边找你。你当然要找我啦，因为我是思婷亲生妈妈吗？快点说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思婷她跟一个男人同居了。吓死我啊！我以为是什么事，原来是同居。同居虽然是不好，不过对现在的男女来说，那是平常的事吗？只要那个男的有出息，他爱思婷，思婷也爱他，那有什么好哭的呢？但是同居对女人是比较吃亏的，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，劝他们赶快结婚哦。可是那个男人有老婆的啊。不过这也不能怪思婷嘛。感情的事情真的是很难说的，就好像我当年这样。不要说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那个男人是不是对思婷真心的。如果是的话，就叫他跟老婆离婚。你以前是不是也叫林金彩这么做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如果不是这样，那男人不是很好命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，在外面有一个情人，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？哎，这件事情根本不用多想，现在最重要就是叫那个男的跟他老婆离婚，娶思婷。你说的那么容易，就算他真的想娶，你也未必会让思婷嫁给他的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会要一个大你30岁的男人做你女婿啊？怎么会这样的呢？是不是你亲眼看到的啊？我就是亲眼看到才会那么伤心。那个老头子可以做思婷的阿公了，他还跟思婷搂搂抱抱的。哎呀，不过这样不能证明他们再同居吗？是思婷亲口告诉我的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思婷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，又那么聪明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呢？哎呀，那个王八蛋老头子派的，带我去找他。你不要冲动啊！那个老头子是谁？你见过他的？那天投票日是他在思婷来投票的。哦，原来是那只老乌龟啊！那个时候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那个老头子有问题了，你就是不相信。我怎么想到思婷会？思婷年纪轻轻，怎么斗得过那只老狐狸呢？看他那副色眯眯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对思婷不怀好意了。可是你呢，就硬硬的把思婷推给他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思婷，你关心思婷的吗？你关心到哪里去？你爱到哪里去？啊？是不是思婷不是你亲生女儿？你根本不管她的死活，你说，你说。不要咬了，她的骨头会散的，有事好商量。思婷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都是她。哎呦，不要哭了啦！你哭我都受不了了。这个死老头真的不要脸呢，这样来糟蹋一个小女孩。要是他老在我杨雄手里，他才知道我的厉害。对了，你那么毒，你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我？只要能够让思婷离开那个老头子，不管用多么阴险毒辣手段，你尽管去用，我一定会跟你一起承担的。你跟我？还有我。哎，阿火，哎，干嘛要死要死的啊？
小心被炒鱿鱼啊！我问你哈，你是卖罗汉鱼的哈？哦，对啊。那个水要是没有打气的话，那个鱼是不是要死呀？那废话，当然啦，不要说鱼啊，人都要常常打气的，要不然会有气无力的。是这样。你干嘛这样没有气啊？你再这样下去啊，小心我阿姐一脚把你踢出去啊！就快啦。怎么了？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要死啊？我阿姐要跟你分手没？差不多咯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你姐姐还不大爱跟我讲话嘞。如果我跟她讲话的话，她一问三不答，再开口的话，我要给她骂。你说是不是很明显？阿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因为她讨厌我吗？喂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啊？你又没有什么男人魅力，又不是很受女人欢迎。你跟我阿姐在一起这么久啊，算奇迹啊，你 lucky 了。讲话不要那么直接嘛，会伤到我的心的嘛。那讲你2句就伤到你的心，你这样脆弱，你不要做男人呐。你知不知道女人喜欢哪一类的男人？就喜欢那种有英雄气概的男人，这样女人才会觉得他们有安全感。所以呢，抬起头，挺起胸膛，收了你的大肚腩，做一个又受欢迎又有魅力的男人，知道吗？我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汉。对，喂，你做不到2秒钟的男子汉就垂头丧气干嘛你啊？还做什么鬼啊？你姐姐哈有新的男朋友了，你看。那个不是杨家店的老板吗？他怎么跟我阿姐在一起啊？那还要问啊？这是故意走过这里给我看的，叫我知难而退，主动退出，懂不懂？不，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呢，千万不可以放弃，也不可以垂头丧气。今天就算他真的要追我阿姐的话，你也不可以认输。追出去看看，去。车子，我想啊，老头子一定是在里面了。OK， 等一下你等着看好戏好了。你到底要怎么做啊？你不要弄到思婷恨我啊！哎呀，小婉不说我料事如神、足智多谋的吗？不管是什么状况，我都有应付的招数，这点小事难得了我。但是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那这一招叫做软硬兼施。那我问你，有钱人跟有地位的人最在乎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面子啦，只要让他没面子，他什么都答应，明白吗？走。好坏。那等一下你就照我教你的动作啊！王八蛋，你光天化日你想干什么你？真的要这样啊？当然啦，这叫软中带硬，表面像是在求，可是暗地里却要他万箭穿心，摧毁他，羞辱他，让他无地自容，到时候看他怎么死。可是如果他不吃这一套的话呢？如果这一招不行的话，我有更厉害的，不过这一刀就更毒了。我看你是做不来的，所以啊，我早就叫小文准备出动了。哦。亲爱的，不要太劳累了。我知道了，等司机来接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过去就可以。明天上班见。拜。行动。这回你还不死在我手里。Excuse me， 你刚刚说谁死在你手上啊？你给我装顺，你什么你要命！你不要跟我讲道理，你给我讲清楚，你给我讲清楚。扯坏我的名牌，赔不起的。哇，你还这么凶啊！是你抢了我女人你神经病！神经病！谁抢你的女人？谁抢你的女人？不要动，你不要动啊！全海南村都知道啊！
月萍是我老婆。哎呦，你对你自己的女人都信不过，哪有资格爱她？爱一个人要全心全意的吗？你这样还是男人吗？还是男人？还是男人？你走开你！怎么？非礼！非礼同样关系，谁要非礼你啊？你这真是你抢我老婆还侮辱我你！谁要抢你老婆？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思婷吗？嗯，思婷。萧老先生，我是思婷的妈妈。我们见过。我知道你贵人事忙，所以我直话直说，请你离开思婷吧。思婷知道你来找我吗？这个不重要，萧老先生，请你行行好心吧。你看你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爸爸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思婷在一起呢？别人不知道，还以为你是阿公，思婷是孙女儿。你不相信啊？你回去照照镜子吧。你呀，满头白发，2只眼睛像死鱼一样，皮肤皱皱的，站啊都站不稳，跑几步就气喘如牛。哎呦，我才40岁啊，都认老，更何况是你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死老头好像一点都不生气。那杨雄怎么还不派兵来？其实年龄不是问题，最主要是思婷本身的感觉。如果她不介意跟我在一起的话，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不去听就行了。话可不是这么说，思婷年纪还小，容易受人摆布，她自己呀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倒是你年纪那么老了，应该在家里啊抱抱孙子，种种花。林太太，也许你还不太了解思婷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喂，你不要跑啊！姜还是老的辣。喂，小婉，他不吃软的，现在轮到你出马了 ，OK？ 喂，你不要走，我们讲清楚。老乌龟，你完蛋了你！这个老混蛋啊，专门喜欢欺骗少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想玩弄我女儿思婷啊！啊，思婷是你女儿，那她呢？我才是思婷的正宗妈妈，你敢欺负我女儿，你想死她呢！有话慢慢说。怎么样？我刚才好好跟你说，你不听，现在放什么狗屁都没有用了啦！哎，老乌龟，不能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拍你呀、然后开记者招待会，揭发你这老乌龟的真面目。对，拍下他，拍下他这张死人脸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只老乌龟啊，专门欺骗女人的。来认着他的脸啊！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？拍他的脸！快点拍！来，有没有打电话给记者？我已经通知了，我对付这种阴险的人，应该报警，不然他会反咬我们的。请你们不要这样。哼哼，那你想怎样解决这件事情啊？那还用问吗？马上离开思婷，永远不要再见她啊！是啊。是啊。别忘了有影为证。你说了你的分手宣言之后，以后就不能后悔了。来说。说，老龟，说。对思婷，我感到抱歉。她是个好女孩子，我知道，她不应该跟我在一起。我早就告诉她了，如果她选择离开我，我不会怪她。但是，如果要我主动离开她，对不起，我办不到，因为我很喜欢她。老乌龟，你Steven， 你怎么了？来，没事。思婷，妈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们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别说了，我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我的事情我会处理，请你们不要再做出这样幼稚的事了。我们走吧。哎，让他这样转，你不要拍。都是你啊，这么冲动，原本有7、8成把握的，给你这么一打，什么事情都搞砸了啦。我忍不住嘛你知道吗？女人的心是最软的，思婷不一定会爱他，给你这样一打，他一定会同情他，由同情变成爱慕，到时候我们就爱莫能助了。你为什么这样喜欢打人？刚才也是把我打得这么辛苦。哎，我怎么打你？我在摸你，还打你？你呀，哎呀，我给你打成内伤都有份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做梦动手打人呢？你都不关你的事，你插这样一脚做梦。
走走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莫名其妙，真是的。喂，你呀，有功不去做，跑来这里，现在害到事情都气我了。哎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事啊？进来了，叫你去看医生，你又不要，都不知道是不是假死。哎呀，谁假死？你看我的胸口被人打得又红又肿，你看。我又不是医生，叫我看做什么？你先坐下啦。哦，我拿药酒给你。嗯。看来这招苦肉计真的很好用哎！既然带我回家帮我涂药油，看来他是越来越关心我了。这罐药酒啊，很好用的。怎么用？倒在手上搓一搓，然后轻轻在你的伤口上推一推，不要太大力。我真的不会了，不如你帮我推来。我帮你推，你等久都没有啊！你要不要？不要你回去啊。哦，要，怎么样？这样倒在手心，然后这样搓一搓啊，揉啊，哎呀，真的很有效的，很舒服啊，真的很舒服啊，舒服多了。哎呀，不要只顾着舒服了，快点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啊？思婷咯，你刚才那招什么软硬兼施都没有用的。你不能怪我的嘛，要怪也是怪那个阿火吗？哎，不要提起这个人了，一讲到我就气。对咯，快点想办法，你不是只有那么一招吧？谁说的？那过哦，刚才我看这思婷很像对这个老家伙很关心嘞。那你怎么样？要是动了真感情，那就糟了。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摧毁的就是真情。如果我们硬把他们拆散，后果可能就很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。你是说思婷爱上那个老家伙？你神经病啊你！那不然这个老家伙是银行家，那思婷就一定是为了钱。这个世界上谁不爱钱？如果为了钱跟他在一起，也不奇怪啊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思婷不是这样的女孩子啊！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只有一个解释。什么解释？就是受了感情的打击。那我问你，她有没有被人抛弃过？被人抛弃过。她大学时候好像是交过一个男朋友，之后很快就分手了。是思婷不要他吗？哎呀，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那最近呢？她有没有爱过人？爱上不应该爱的人，或者是她爱别人，别人又不爱她呢？这么复杂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就算是像你所说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就糟了。她一定是受了感情的打击，然后自暴自弃、自我摧残的来报复。那怎么办？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她心爱的人出马，这样才有转机。她心爱的人啊。有时候感觉还不错，心情好起来，什么都行。当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变颜色。虽然我的样子不算出色，但会做好自己角色。拼命也要追求美好前途，世界上没什么